乐团对你的意义是什么？一个实现自己理想世界的机会。欢迎收看《原介绍》，我是袁坚，访问到的是大象体操的吉他手凯翔。耶耶！没错，这是我最喜欢看的网络节目，真的是太好了。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凯翔的时候，你还记得是在哪里吗？我自己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，是你还穿那个问号背心的时候。对，冷沃的类似火焰挑战还是什么？没有，我觉得我应该是更早就看过，更早就看过，应该是巨兽。哦，真的吗？对，应该是巨兽。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在讨论。这个人也太老派了吧！对，穿一个这样，然后拿个 Gibson， old school， 对，弹一些 Slash 这种，对。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，因为一开始的握，他不是说你随时拍就可以了，你一定要先去对火焰大挑战，火焰大挑战。然后那时候我大学的第一个隐藏任务的时候，就是第一次去火焰大挑战的时候，就是跟大象体操。对，我记得。对，然后我那时候，哇靠！太屌了吧！这是什么东西？我从来没有听过台湾有这样的团，太屌了。然后后来一直就是开始就陆陆续续就一直碰到，到现在，对，快10年有了。应该差不多了，其实差不多，应该7、8年呐，7、8年，对，你也改变很多啊，你也已经没有在穿那个问号背心，还是你哪一天要穿问号背心？人总是会长大啦，但现在是绝对是变得比较帅啊，对啊，问号背心都还留着。OK， 我们哪一天的看缘分，对。好，我们今天来介绍凯翔现场使用的器材，我们先从吉他开始。好，这一把是一个日本特别版的 Thin Line， 对，但是它其实是 Telecaster， 但是它就是做了3个拾音器，对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每一场就觉得不爽，就不要让日常再继续这样乱搞。现在日常就没有办法再生产自己的特殊版本，对，所以至少近几年没有，对。然后这个就是末代的特殊版本，对，因为它有很多段，所以这就是比较高，然后比较单线圈的感觉，然后这个是我现场最常用到的音色，对。这是最常用到的，然后其他的话就是录音的时候会用到，就蛮适合来刷音的这种的。然后这个就是Telecaster 这样，所以就有很多段可以切，但是现场我大部分的还是用 neck 跟中间。对，这一把琴颈其实有换过，因为原厂附的它有一个角度的奇怪的地方，对，然后再加上我们常出国，所以它越来越不直，所以就干脆就是找了外星兔帮我换这个琴颈。哦，是外星兔做的。对，最近这个也换了。对。那你拾音器是都原厂的？对，都是原厂的，都没有改。后面有一个那个，对，后面有一个千富工坊的锁片，听说它叫做态度，对，是以前跟千富工坊合作，所以那时候就很喜欢这片，就把它留下来了，留到这个新的琴上面。然后它中间的 logo 是一个小小的台湾，非常可爱。对。你的弦都是用什么？很普通1046，而且我是每一场都要换弦的人。哦，真的假的？每一场，所以我去，比如美国演15场，我就带15包弦，然后每天都在换弦。因为对我跟厂长都是那种刷超爆大力，对，但厂长就是不听、不乖、不每一场换，所以每一场断。对，所以我就是学乖了这个经验，我就知道我自己是在台上很疯狂的，所以就是真的要乖乖的换。你是会右手换的人吗？我觉得其实不太会，你不太会。我觉得真的是右手在暴力，就是真的在那边狂敲的。对，你弦是用哪一排？我现在是用老鹰牌。哦，你是用老鹰啊？只是因为它便宜，因为我太常要换了。对，真的不想花太多钱。接下来介绍这把琴。这把琴呢，也是一个礼物。也是礼物。是有一次我们演专场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日本的乐迷，对，然后他在台湾当教授，他是大学的教授。然后他就来看表演，然后看完以后，他就传私讯给我，然后我真的不认识他是谁，我原本有点害怕这样，然后他就说，我今天去看了你们的表演，我觉得很棒，然后我当然说谢谢这样，然后他就说，但是我觉得你的痛好像有点太单调了，如果从弹40分钟的话还 OK， 但是弹90分钟的专场会无聊，我当时 OK 有一个前辈来指教，我当时说好，那我再看怎么调整，他说我有一把琴，然后我说嘿怎样？
送你，我就想真的假的这么好。然后其实我很害怕，那个时候跟他面交的时候，我就不知道这个人到底在说真的还是说假。对。然后他就把这个琴拿来，然后他就说这把琴送你。然后他之前跟着那个教授去了法国念书，去了哪里念书？然后因为他现在已经就是教学生，然后也不是音乐科系，是比较资讯跟设计这样。对。然后已经可能5年完全没碰过他，他也没发出过声音了。他就说来给你，那你之后也就请你不要把它卖掉。如果你不要它的话，就把它 pass 给，不是把它 pass 给你喜欢的吉他手。哇塞，就是一个很感人的状态。好酷的故事啊，很棒哎！但拿到这把琴以后，我花了很多钱，真的。对，因为它里面其实有很多木头已经就是太老了，所以就要重新粘啊，重新锁。对。然后像我这个是完全没有办法调整高度的，因为完全转不动，所以要找时间再去换。对。但是每次弹这把琴就会有一种 respect 的感觉，肃然起敬这样。respect。对，那因为我这把琴是半空心的，所以这把琴是实心的，它的声音都比较烈，或者比较扎实。对，然后。因为其实刚刚提到很多歌，我们是没有 solo 的，对，那我们是完全不 solo 的一个乐团，我们完全就是在对位，就是凯婷在弹一个旋律，我其实也在弹一个旋律，对，但我不可能去弹单一的旋律，因为会超级干，所以我的手法变成我很多时候是在弹和声加旋律，比如说刚刚的这个，它有一点和声又有一点旋律，对，然后这个也是。就是手法会变成这样，对。然后这把琴在凸显这个手法的时候，就会让颗粒感很明显，就是 line 很明显，但是同时又有和声的感觉。对。所以录音的时候其实蛮常用到这把琴的。对。那你现场的时候也是2把琴这样调配吗？现场在台湾的时候，现在开始会。对。但是在国外的话，因为也是要省行李重量，所以也是一把琴干掉全部。我发现你背带都会贴胶带，这个可以讲一下。这个就是一开始是不想花钱，对，所以不想拿那个安全背带扣。然后后来是因为我发现透早期的时候也是这样贴，对，后来就觉得有一种帅感，有一种朋克的感觉，对，不想要自己是那种很 fancy 的吉他手，对，所以就会贴，对，但还是会有坏处，就是贴的还是其实有时候会掉，对，所以我最近真的认真在考虑要不要去换安全背带扣，但是以我这种懒惰的个性，我还是会黏着一阵子这样，因为你早期是大部分都是坐着弹，然后现在都站着弹嘛，对，为什么要有这种转变？其实早期是因为有一次我去地下社会，对，现在的朋友应该不知道地下社会，对，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去地下社会看昆虫白自己表演，对，然后他表演的时候那一场是坐着，然后他实在是太帅，就是他坐着弹吉他的时候是会这样，就是他会对垫脚，然后他也会就是他坐着的时候表演是很好看的，对。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说，因为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表演，然后在家里不会每次站着弹吉他，对，大家都是坐着，我想说那我还是坐着好，我还是坐着好。然后直到后来越表演越发现，坐着的时候在舞台上高度真的太低了，对。所以你去那种小场馆表演，观众根本看不到你，对。所以就觉得站着好像是一个必要的事情，所以就后来就慢慢练习站着弹吉他。对，但是我现在觉得好像其实做的也是不错的。现在舞台如果越来越大，其实做的还是人家看得到。对，就觉得好像可以重拾这个偶尔坐着。对啊，有些歌可以坐着，有些歌可以站着。你有坐着吗？Unplug 的时候。OK， 那我也 Unplug 的时候。OK， 没问题。好，接下来介绍凯翔的效果器。没错，我的效果器呢，我有一个 Always On 的 Drive。就在这里，然后这颗其实是正爸送的生日礼物，正爸送的生日礼物，然后因为我很喜欢它，所以我就一直把它留在盘子上，因为我其实是学透的，对，因为透的它是手只要弹大一的时候就会有一点点 drive 的感觉，就是你轻的时候就会，但你微矿区，对，然后这颗的再踩下去就是我的主要的大破音。再接下来我的破音类的就是我是一个 Strymon 粉，对，所以我有1颗 Strymon、2颗 Strymon、3颗 Strymon、4颗 Strymon， 对，还有电工，对，5颗 Strymon， 但是其实这颗没有到动态很好，对，但是它就是比较干净，所以我需要干净的破音类的话，然后快一点的东西的话，我就会弹它。
会比较干净，但是就是数位痛会重一点。对，我觉得我的主力其实放在空间系，因为我们这种小时候是听后摇，然后长大变素摇的人，就是会对空间系有一个着迷这样。而且我们团只有3个人，所以我的效果器的设计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配置，乐团3个人的这个配置，其实你要说它是缺点，也可以说它是缺点。所以产生出来的，像我有一个这个设定，就是它会产生一个 pad 的感觉，所以我在弹一些。它就会有一个有点像有压合成器的感觉，对，去做一个 pad 出来，所以我会用效果器做，有点像是第2把吉他或合成器。然后像我在刷一些大破音的时候，我就会开一个，有点像 feedback 的 delay 这样。大家其实对，它其实一直会在，对，所以我就会用我的效果器来做这些东西，让乐团的厚度增加。对。今年1月的时候，因为去年跟陈丹妮老师有合作，对，然后陈丹妮老师有来看我们的演出，他就是说你们团很 mono， 因为也是因为3个人的关系，所以很多东西都放在中间。对，所以那时候我就进入了，我就想说，我应该往 stereo 发展，然后就发现 Eventide 的这颗 H9，它其实也是一个礼物，这样是我一个就是去美国巡演的时候认识一个就是华人的工程师，然后很喜欢我们团，他就说来这颗送你，你好好回去研究一下。哇塞！对，然后我就拿到这颗，然后它是很开的，它的 chorus 是很开的。对，所以如果有音档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大家用耳机听就会比较明显，就是没有踩的时候可能长这样，再踩下去以后就变成。对，因为现在你听到是 mono， 但是大家应该会是听到机会有那感觉。对，然后音箱的话，目前就是大家有看到这个就是 Kemper， 因为也是为了求这个声音的稳定。对，所以就用了 Kemper。但是其实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巡回都是在海外，就是大家提到现在很积极的想要往这个世界的音乐场景发展。对，其实 Kemper 来说对我来说还是太重了，因为 Kemper 上面的效果器，我这个注重空间系的人，我就会觉得有点不够。对，所以我还是喜欢带蛋壳。那其他有一些。比如说像这个，像因为我们团也是比较少人，然后我又是拿 thin line， 对，所以我的声音其实比较薄，所以就有点偏薄，我就会踩一个8度音叠在后面。像这样就有一个8度的感觉，然后刷大破的时候其实也可以踩它，然后因为我会把这个 attack 转慢一点点，对，所以大家不会发现，大家又会觉得它可能是合成器或者是什么东西，对，就不太会发现。对，是叠在后面的，对，我发现你现在都是用食指跟中指弹。对，那为什么手的状态？对，手的状态是。因为其实我当兵前没有这个困扰，对，但我当兵以后，我的无名指变成一个很害羞的状态，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没有问题。大家上台以后，他就会 stage fright 很严重，就是我完全没有力气，所以我不太知道是心理的问题还是生理的问题，因为大家日常生活中没有问题嘛，所以。我觉得很有可能是我自己有去念心理的书，就是去想要找为什么我的食指现在变这样。其实我那个时候很紧张，跟非常沮丧。然后我后来就去找心理学的书看，就是有可能是投手失忆症。对。然后我猜外国很多音乐人也有碰到这个问题，因为我知道像在台湾，台中 Nico 的鼓手也是突然右脚有一天没有办法踩大鼓。对，所以他直接换成左脚踩大鼓，整个 set 换过来。然后也有一些贝斯手他是原本是用 finger 弹，对，然后他突然有一天 finger 没有力气，所以他就变成用 pick。那你一开始适应的时候，练的时候，你会很难弹到或者？对，就是
怎么克服这件事情？其实一开始真的心里会觉得很沮丧，会觉得老天是不是叫我不要弹吉他了？但是后来因为演出还是很多，对，然后你要去想办法克服这件事情，所以那个时候就有试要不要用小指，对，然后后来觉得，食指跟中指还是最强壮的，对。这样，然后其实也是2只手指头，对，所以就是空弦是我的好朋友。对啊，我从来没有真的，因为我以前一直有听说过这件事情，可是我不知道，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发生这件事情，超扯的。对。好，接下来介绍凯翔的随身小物。每一个吉他手其实都有蛮多随身小物的，我的随身小物都放在这个包包里面。我觉得最重要的随身小物对我来说是这个 Vox 的耳机。对，然后它可以直接接吉他。它是可以直接接吉他。对，但它要吃电池。然后重点是它还可以调效果。对，就是你可以调 reverb， 破音的值。它还有效果。哇，然后还有可以调 chorus， 蛮屌的，方便哦，对，超方便。然后我是一个演出前容易紧张的人，我就会带起来练一下。对，然后如果后台很多人觉得很烦的时候，带起来假装练，其实没在练，只是想要慢慢进入这个自己的空间。对，所以这是我最重要的随身小物。你也是演出前不喜欢被打扰的人。对，我觉得演出前就是要让我安静。对，我懂。你也是吗？完全懂。安静派，对。很棒。对，还有没有其他的？其他的随身小物就是一些小工具啊。对，就是小工具。然后其实血肉的人不早跟我讲，我有2个摆设。我这里有一个，这里还有一个。香港，还要去香港找。白痴掉，高雄就有了，不来高雄找我拿，真的。对，下次再跟他们说。OK。你觉得乐团对你的意义是什么？我觉得乐团对我的意义是一个实现自己理想世界的机会。从音乐上来说，你就可以发展你自己想要的声音。对，所以其实这是你实践你声音世界的一个部分。那我觉得乐团也有一个很大部分是人际关系的相处。对，我觉得乐团很像一个小型的社会，或者是你跟你的团员相处，其实也很像家庭。所以如何在这个一点一滴里面实现你的理想，因为我们大家都想要世界更好，或者我们对世界有一个美好的想象。对，但我们常常会说那离我太远了，我放弃这样，或者是这我没办法。但其实是有办法的，因为你从你身边的音乐，你从你身边的人开始照顾，开始用你想象最好的方式对待大家，我觉得这是最有意义的事情。果然是政大讲的就是没有不一样，我靠，高材生讲的不一样。好，今天非常谢谢凯翔接受我们访问 ，Yes， 谢谢，下次见，拜拜。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你完全不知道这件事。什么？你知道这件事吗？手指怎么了？就我都用2只手指弹琴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你连你也不知道。哇，你来看。就以前游戏有一个很快的嘛，然后因为我这只，你以前到现在都没有在用那2只手指。有啦，当兵以后就这样，就变这样。超扯的怪胎残疾了。对啊，有一点的嘞。照弹啊，不然怎么办？完全不行啊。就是他会害羞啦，慢的可以啦，慢的像这种。慢的也没有再这样了。这样，你就压和弦，你还是可以啊。可以。哦，你有在压和弦。对，我不能弹单音，它会弹不起来。对啊，好扯哦。Fucking trap like get the fuck up.